大家好，我们想做一件事，把过去100多年里那些走得最远的华人家族重新讲一遍，他们的迁徙，他们的规矩，他们的判断，他们的代价。不为别的，这些故事是写给所有华人的。父辈的格局能不能交给孩子？100多年前，郭嘉是这样回答的。1937年，柔佛新山，教堂街上有一间小屋，屋里有4个人，1个母亲，3个儿子。母亲叫郑格如，老大16岁，老二15岁，老三14岁，老三叫郭鹤年。他们的父亲不住在这里，父亲在外面有自己的店，店叫东升，卖米、糖、大豆。父亲也有自己的另一个家。母亲不去那边，母亲在这边。很多年以后，母亲在这张白纸上写下了42个字，那42个字是这一集要讲的故事。母亲叫郑格如，她原来不叫这个名字，她原来叫郑梦兰。她生在1900年的福州，外祖父是清末的举人，家里有点田产，让她去念了书。她念过2所学校，福州女子学院，福建协和大学。那个年代，念到大学的女人不多。19岁那年，家里把她许给了一个远在马来亚的同乡。她坐了一条船，下了南洋。到了新山，和那个从未见过的男人成了亲。男人10几年前下的南洋，那时候他在四哥的店里做事，店就是东升。四哥身体不好，后来东升的生意交给了父亲和2个堂兄弟一起做，生意越做越大。那些年，柔佛州的苏丹封父亲为准拿督。但家里另一回事，父亲后来开始抽鸦片，开始赌博，回家越来越少。母亲带着3个儿子搬出了大屋，搬到了教堂街的小屋。母亲教3个儿子讲中文，讲儒家，讲道家，讲做生意一定要讲道德，不要崇拜物质，吃完碗里每一粒米，永远不要吹嘘。母亲什么时候写下了那张纸，没有人记下来，是在教堂街的小屋里，还是后来回顾的福州？但那张纸今天还在，一张在福州，一张在郭鹤年的办公桌前。1942年，
仗打到了马来亚，学校停了。郭鹤年那一年19岁，他被分配到三菱公司新山分行的米粮部工作。20岁，他升了米粮部经理。仗打完了，1947年，他24岁，他一个人去了新加坡，办了人生第一家公司利客务，做的是船务和杂货。第2年的12月，家里来了消息，父亲走了，冠状动脉血栓。那一年，父亲55岁。家里出事了，父亲没有留遗嘱，法院判东升公司必须清盘，家产分给2房，正房他们4个人，二房另一家。母亲做了第一个决定，她不闹，她按法院判的分，她把更多的一份留给了二房一家。1949年4月1日，母亲做了第2个决定，她把自己和儿子们分到的那部分钱拿出来，办了一家公司——郭氏兄弟有限公司。她让家里所有兄弟入股，她的儿子，她去世丈夫的侄子们，她让最小的儿子做董事主席。那一年，郭鹤年26岁，母亲自己不进公司，她也不管生意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公司是她做的决定。她让兄弟们站到一起。公司开起来之后，最小的儿子做事很急，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，骂人、发脾气。他自己后来承认，我用粗暴的语言命令他们中的每一个人。兄弟们去找母亲告状，母亲不偏袒最小的儿子，他替他解释，他也派人去问他：年，你为什么又要发脾气？母亲常对最小的儿子说：永远不要贪婪，永远不要。年，你是做粮食的，你不能害老百姓，千万不能多赚，不要妒忌别人发财，让他发财，才会今天有，明天报穷也会。家里还有一个孩子，老二郭鹤龄，他比郭鹤年大1岁。战后他离开了家，加入了马共。1953年8月，他在森美兰与彭亨交界的森林里，和2名同伴遭到英军伏击。那一年，他定格在了31岁。多年以后，郭鹤年回忆这件事。母亲知道鹤龄进入森林后，从不置一词，但我想，他必然明白其亲生骨肉所做出的巨大牺牲。最小的儿子后来成了亚洲糖王，在槟城北海办了马来西亚第1家炼糖厂，后来到新加坡办了第1家香格里拉酒店，再后来到香港，到北京。之后的几十年，他做过糖，做过面粉，做过酒店，做过传媒，做过物流，做过地产。但是他办公桌前一直压着一张纸，母亲的手书，
儿孙能如我，何必留多财？倘若不如我，多财亦是空。不为自己求利益，但愿大众共安宁。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。1995年，郭鹤年用母亲的名字，在北京大学设了一个助学金，郑格如助学金。后来，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了2个地方，一个叫郑格如楼，一个叫鹤龄厅。那个母亲一辈子没进过公司，但她写下了一张纸，她的小儿子做了一辈子生意，走了好几个地方，最后把母亲的名字留在了母亲没有去过的城市里。我记得从小呢，他很会做人，就劝我们3兄弟怎么做人，但是每一次劝我们你一定要孝顺。90多岁那年，他写下这样一段话：在整个营商生涯中，我总觉得母亲以她纯洁的一生守护着我，